嘿，哥们儿，现在聊混动车，还一上来就说省油，那你可 out 了。现在的混动 SUV 早就不是抠门的代名词了。他们是啥？一，开起来贼顺溜，跟坐沙发一样舒服，加速还贼有劲儿，推背感说来就来。二，空间超大，拉货全家出游啥都能装，关键是油还贼省，加一次能跑老远。三，啥都给你配齐了，颜值高，配置棒，开出去倍儿有面子。简单说，现在的混动 SUV 既要你省钱，更要你开心。别再犹豫了，今天就带你盘一盘2026年最值得买的7台混动神车，个个都是卷王。我们榜单上的首选是起亚狮跑混合动力版。我跟你说，你要是预算就卡在30万左右，想买个紧凑型 SUV， 我第一个就给你推荐起亚狮跑混动版，绝对是首选。别看这车价格实惠，那劲儿可一点不含糊，开起来比你想的要带劲儿多了，而且最关键的是省钱。现在油价多贵啊，这车混动车型的油耗贼低，加一箱油能跑挺远，1个月下来油钱能省不少，钱包绝对会感谢你。内饰也特别上档次，不像个便宜车，看着就挺高级。2块大屏幕，科技感直接拉满，车里各种放手机、放杂物的地儿都给你想好了，特别实用。动力方面 1.6T 发动机加个电机，有2种混动模式。普通混动版开起来，城里堵车起步都特顺溜。你要想刺激点，切到运动模式，那劲儿也够用，超车什么的完全不怵。这车开起来特别稳，路感清晰，转弯也准，让你开车特有信心。不是那种追求激烈操控的，但家用绝对舒服，过个坑坑洼洼也不颠簸，一家人坐着都满意。再说说空间，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拉点大件行李、露营装备啥的，空间特别能装，完全够用。你猜多少钱？起步才3万1000多美金，约合人民币22万出头。所以说便宜真不代表它没意思，这车就是个实惠又好开的选择，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接下来是现代途胜混动版。说实在的，在现在满街跑的紧凑型 SUV 里，途胜混动版真心是那个6边形战士，啥都不差，你想要的基本它都有。最实在的啥，肯定是省钱啊。这车特省油，加一箱油能跑老远，每个月油费都能给你省下小200，1年下来可不少钱。而且别看它价格不贵，里头该有的配置一个不少，用料和做工都比这价位该有的水平强太多，开出去特有面子。而且你看，现代也知道大家想要啥。2026款的途胜混动版就把最打动人的几个点又给升级了，超值、舒服、科技感拉满。动力方面，它用的是 1.6T 的混动系统，加起来有226马力，开起来一点不肉。最关键的，油耗低到你偷着乐。官方说1加仑油能跑38英里，换算下来就是100公里大概6.2个油。家用经济实惠的不行，要是你单位或者家里有充电条件，那必须得看看插电混动版，这玩意儿更猛。能有261马力，关键是能当纯电车开，纯电能跑个53公里左右，平时上下班买菜完全可以不烧油，电费比油费便宜多了。而且从0加速到60英里也就7秒多，提速快，超车也稳，开着它舒服。底盘调校得特有韧劲儿，过减速带走烂路都不颠，而且车里特别安静，关上门跟外面世界隔开了似的，这种高级感你花这钱买到绝对值。坐进车里你会发现设计特清爽，双大屏幕看着就高端，摸上去的材质都是软乎乎的，按钮啥的也顺手，开起来一点不费劲。还有空间，家里人多就选它，后备箱能塞下38个行李箱，38立方英尺，要是拉个大件儿，把后排座椅一放，能直接拉个小冰箱，空间能扩展到80立方英尺，约2.26立方米，搬家拉货都够用。最关键的是，这车起售价才刚过3万3000美元，你想想，不到30万人民币，按当时汇率估算，就能买到一台省油、有面子、空间大、配置高、开起来舒服，还带高科技的混动 SUV， 还有啥可挑的？所以你看，途胜混动版完美证明了省油有科技感，根本不用牺牲别的什么，它既能拉家带口，又能让你享受到开车的精致感。在所有混动车里，论性价比，他说自己是第2，真没车敢说自己是第1。第5位的是2026款现代帕里斯德混动版。嘿，哥们儿，想找台大车能装下一家老小，还得省油有面子，那2026款的现代帕拉迪斯混动版你可真得瞧瞧。这车啊，可以说是现代家的大哥大了，不光块头最大，也是他们下血本花心思造的王牌选手。先说说它有多猛多省心。以前大车嘛，费油是通病，但这台帕拉迪斯混动不一样，它玩了个大的，心里揣着一台 2.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外加俩大力士电机一块使劲儿，结果呢329匹马力，比普通 V6 版本的还多42匹，提速那叫一个推背感，劲儿贼足。
你别看它跟个小山似的，跑高速特别省油，一加仑油能跑35英里往上，算下来加满油一箱能跑619英里。从北京开到上海，中间油表都懒得看，妥妥的家庭自驾游神器。它不光自己跑得快，还能拉货，4轮驱动是标配，拉个4000磅，差不多1.8吨的东西，跟玩似的。搬家、露营，拉个小艇，小菜一碟。再钻车里看看，那才叫一个舒服排场。一拉开车门，那豪华劲儿就扑面而来。你要是想自己开车，它给你配俩12月3日英寸的大连屏，导航、听歌、看啥都清楚。苹果手机、安卓手机都能无线连 ，WiFi 热点一开，全车人上网不卡顿，想听歌。选个14个喇叭的 BOSE 音响，那声音跟小音乐会似的。车里还有个紫外线消毒托盘，杯子往上一放，自动杀菌，干净又放心。连后视镜都是电子屏，视野特别开阔。座位怎么坐？听你的，7座、8座都能选，还能搞成独立航空座椅，家里老人孩子坐上去舒服的直夸你。而且后备箱空间大到吓人，能拉下867立方英尺的东西放到后排座椅，地板还特别平整，搬个大家电。自行车随便塞，算笔账，这车值不值？起售价才$44,160。你想想，花一个大 SUV 的钱买到了什么？1. 动力强 ，V6 发动机的水平；2. 超省油，混动车的好处；3. 配置高 ，BOSE 音响，双联屏，各种黑科技；4. 空间大，一家人装得下，全家人的行李也能装。这车就跟会72变似的，你想要的全给它融一块了。不管你是拉人还是拉货，是追求舒适还是科技，它都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所以说2026年要买混动 SUV， 这台帕拉迪斯混动版绝对是绕不开的狠角色，闭眼入都行。第4位是雷克萨斯 NX， 兄弟们，接下来咱唠点实在的。雷克萨斯的2款混动车 NX350H 和 RX350H， 说白了，哥俩都是亲生的，一个大哥，一个小弟，都把雷克萨斯那股子高傲的豪华劲儿跟丰田那套开了几十年坏不了的混动技术给捏一块了，核心就一个，又高级又省心，那有啥不一样呢？最明显的就是个头和空间 ，RX350H 就是那个大块头，车里面宽敞，后备箱也巨能装，拉人拉货都够用。NX350H 就秀气多了，车身紧凑，开起来特灵活，在城市里钻来钻去，停个啥的都方便。你要是平时就自己开或者一家3口，用不上那么大空间，那 NX 的门槛也低点，更划算。动力这块呢，俩车的心脏都差不多，都是 2.5L 的自吸发动机，加上个电动机搭把手 CVT 变速箱，换挡跟丝儿一样，平顺的很。NX350H 大概能输出240匹马力，日常开、起步、超车都够用了，又顺又省油，对付咱上下班、周末出游绰绰有余。RX350H 稍微猛一点，能有246匹马力，甭管是高速上想一脚油门超个车，还是拉一后备箱东西，劲儿都更足更有底气，省不省油这可是重头戏。这俩车最牛的就是喝少干得多。NX350H 要是你买4驱版，1加仑油能跑47英里，约100公里 6.0 升。要是买个前驱的，那油耗还能再低点，简直不要太省钱。RX350H 作为个，大家伙油耗也才1加仑36英里，约100公里 6.5 升。你想啊，这么大个豪华 SUV， 这油耗水平绝对能打，让你心里特踏实。最后总结一下，为啥这辆车值得买？到了2026年，你再看这俩车，优势就特别明显了。花着豪华车的钱，你买到的不光是那些里里外外的豪华配置，更重要的是，你把丰田那种开不坏的可靠劲儿也带回了家。车里贼安静，开起来稳稳当当，关键是往后开花的钱也少，保养便宜，油耗低。所以啊 ，NX350H 和 RX350H 至今依然是市面上最靠谱、最全面的豪华混动 SUV 之一，闭着眼睛买，基本不踩雷。第3位，丰田 Highlander Hybrid 和丰田 Grand Highlander Hybrid， 简单说，这俩就是目前3排座混动车里的优等生，动力足，油耗低，特别适合家里人多、追求实用和省钱的你。先看心脏，动力强还省油。这俩车都用了丰田那套 2.5 升的混动系统，这套家伙事儿经过了市场的千锤百炼，稳定可靠，你基本不用操心，马力也够用。汉兰达混动大概243匹 ，Grand 汉兰达混动大概245匹，开起来不肉，特别平顺，跟脚。最关键的是啥？省油。大多数情况下，1加仑油能跑30多英里，这在这么大个车上绝对是个大亮点。再说区别，一个精悍，一个巨能装，这哥俩的主要区别就俩字儿：空间。汉兰达混动车身稍微小点，所以价格也更亲民一些，适合那些喜欢灵活操控、预算也相对紧凑的家庭。Grand 汉兰达混动，这简直是空间魔术师，车里和后备箱都宽敞了一大截。如果你是大家长，经常全家老小一起出门，那这车绝对让你满意。第3排座椅也真不是摆设，能坐得下人，为啥说它俩牛平衡？
真正让这两款车在2026年成为热门选择的原因，就是他们把尺寸、油耗和长期价值平衡的特别好。它不是那种给你一脚油门能推背的性能猛兽，但胜在驾驶体验平顺流畅，开起来特别舒服。尤其是在市区里堵车，油耗表现那叫一个优秀。而且丰田的车开个10年8年小毛病少，特别抗造。最后再说俩王炸优点：一，保值率贼高，丰田的车开几年卖掉，亏的钱少，这谁不爱？二，可靠性口碑，开不坏的丰田这名号不是白来的。让你用着安心。如果你要的是一款能装能省能开还保值的家用大 SUV， 这两款混动汉兰达闭着眼买都不会错。咱接着聊第二位，这位是实力派，本田 CR-V 混动版动力总成，省油又有劲儿。这车的心脏是本田那台经典的 2.0 升地球梦发动机，加上一套双电机混动系统，这组合拳打出来能搞出204匹马力和247牛 M 的扭矩。什么概念？就是你踩油门的时候，动力说来就来，一点不墨迹。城市里跟车、超车都特别轻松，动力储备特别足。开起来呢，平顺的就像丝滑巧克力，油门刹车都特别好掌握，基本没啥顿挫感。这都归功于本田的直驱混动技术。说白了，就是高速巡航时能直接用电跑，发动机会自动介入，又省心又高效。最大亮点，真省油小能手。说到混动，那省油必须是头等大事儿。CR-V 在这点上绝对是王者，数据给你亮出来。两驱版前驱：一、市区路况约 6.0L 每100公里；二、高速路况约 7.0L 每100公里；三、综合油耗约 6.0L 每100公里，原数据43 mpg 换算约等于 5.5L 每100公里，取整更直观。四驱版：一、市区路况约 6.3L 每100公里；二、高速路况约 7.0L 每100公里；三、综合油耗约 6.5L 每100公里，原数据37 mpg 换算约等于 6.4L 每100公里，取整更直观。这个油耗水平在同级 SUV 里绝对是顶尖的，属于开1年下来油费能省出一大笔的存在。空间与体验，家用王者随时能提，光省油还不够， CR-V 可是个家用6边形战士。一、空间无敌，车里那叫一个宽敞，一家人坐进去妥妥的，后排随便翘二郎腿，后备箱也贼能装，露营搬家都不在话下。二、座舱舒服，内饰设计的挺清爽，中控大屏幕和按键布局一目了然，老司机上手毫无难度，座椅包裹性和支撑性都特别好，跑长途腰不累，腿不酸。三、最关键的一点，现车充足。现在买混动车很多都要等几个月， CR-V 基本没有这种烦恼，看中了谈好了，手续一办开走人，这体验谁不爱？所以凭啥它能拿亚军？就凭它省油、好开、空间大、坐着舒服，再加上本田出了名的皮实耐用，以及现在最火的随时能提车这个大优势。综合下来，本田 CR-V 混动版绝对是2026年市场上最能打的全能型混动 SUV 之一。你想要的是一台什么都还行，并且某方面尤其是省油特别突出的车，选它准没错。第一位，丰田 RV4 混动版。Hello， 屏幕前的朋友们，接下来咱们聊个硬核的紧凑型 SUV 里的优等生，2026款丰田 RAV4 混动版。你可能会问，凭什么它能排第一？就一个字，全面。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方面，它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比同级别的对手确实要强那么一点。先说动力，这回 RAV4 家族全系电气化了，混动成了标配。它这套心脏你不用操心，还是那个熟悉的 2.5 升自吸发动机，配上丰田最新的混动黑科技 Synergy Drive 系统和电动机，再通过 eCVT 无级变速箱一起工作，动力衔接丝滑的像德芙巧克力，具体多猛！前驱版能给你226马力，四驱版更是干到236马力，开起来是什么感觉？从容不费劲。你深踩油门，劲儿说来就来，上高速并线、市区超车都特别轻松。而且它不是那种钢炮式的暴躁，而是游刃有余的稳健，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开，这才是混动该有的样子。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油耗 ，RAV4 混动堪称省油小能手，前驱版市区能跑到41英里每加仑，四驱版也能做到40英里每加仑。对于一台紧凑型 SUV 来说，这油耗表现绝对能给你省下不少油钱，幸福感满满。但要说它最牛的地方，我觉得是全能。你看啊，它不仅能日常家用，拉个东西也不含糊，只要选对配置，拖拽3500磅，约 1.6 吨的货，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水平在混动紧凑型 SUV 里绝对是第一梯队，而且细节特贴心，安全配置、实用功能拉满，连好多同级别都省掉的备胎它都给你保留了。再加上丰田那招牌的可靠性、低保养费和高保值率，
这车简直是买了不后悔的代名词。实话讲，现在这车特别火，一车难求。但如果你能成功把它开回家，我敢说，在2026年，这绝对是你能买到的最靠谱、最省心的混动 SUV 之一。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见。